欢迎收看我的6月份的小狗快乐日记。那这个呢，就是我在端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6月10号去 BM 买的衣服们。那我觉得第一件的话，就是非常的喜欢蓝色的波点，很纯欲，很清新。然后的话呢，它这个领口也是恰到好处的性感。第二套的话呢，也是买回家了。它的话，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在家里面当做睡衣来穿。它这个小短裤非常的可爱，然后这个吊带的话呢，我觉得穿着很舒服。这一套很家居的那种，就有那种浓浓的女友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然后第3条的吊带的话呢，也是买了，因为觉得这个绿色非常的衬人，然后想着说之后跟姐妹们出去逛街啊可以穿，而且也很出片。那这一件的话呢，试穿了，但是没有买，因为我觉得就是平平无奇吧，在我的众多吊带中并不足以脱颖而出，所以说心狠手辣的我就把它闲置了。那这一件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清新可爱的波点吊带，但是我也没有买，因为我觉得说就是普通，没有说特别的惊艳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就是小王第一次吃omakase的一个小记录，因为我觉得这个师傅手真的非常的巧，而且做事情就是很缓慢很精细的。那么这一道料理的话，我也觉得说都非常的好吃。海边长大的孩子就是非常的喜欢吃海鲜。那这些的话就是非常多高贵的食材，然后每个量都不大，所以说我觉得吃的还不错。那这次尝了这个海胆寿司的话，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对我的胃口，因为可能我觉得有点腥。但是听说大家尝完都觉得很好吃，像在吃冰淇淋，不知道你们觉得呢？然后这个是第一次尝试的酱油冰淇淋，还蛮不错的。那这家店的话呢，是之前有跟 Lilian 去过的一家被安利到的烧鸟店，我觉得每道菜都非常的好吃，这些串串就是深深的戳中我的味蕾。然后这个牛排的话，我是觉得本餐最佳，非常的细嫩，然后牛骨髓的话也还不错。那这个海胆波奇饭我觉得味道也很赞，鳗鱼饭也 OK。那从外滩出来的话呢，总会感叹一下上海的纸醉金迷。那这一段的话呢，就是我要去看西城男孩的演唱会，那个时候刚下班，然后从公司走出来就很开心，一个人在路边等出租车，发现从公司打车总是很慢那天的话呢，晚上黄昏非常的漂亮，然后是在梅赛德斯奔驰中心嘛，也是第一次去那儿看演唱会，感觉整个景观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我想说，请大家千万不要打我，就是我觉得西城男孩的演唱会真的一般，可能是因为我周围都是30-40岁、40-50岁的中年男子们，然后我就觉得我融入不进去。那所有的歌的话呢，我基本上听过一半，然后也觉得说并没有特别戳中我的心吧。那周五的晚上呢，总是要搞点音乐的，这个是去看了孟慧圆的 Live House。 哇塞，我觉得真的我有爱上他，就是愿意花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听一个歌手安安静静的一首一首的唱他新专辑的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彼此的诚意。而且我觉得他的现场非常的不错，每首歌的话都非常切中我，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那种抒情歌，也很喜欢悲情歌，特别让人想哭的那种我是最爱的。那么我觉得孟慧圆老师的话，他确实是唱进了我的心坎里，报纸还有是想念拟人化都是我最近有在单曲循环的歌，也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这一段呢，就是在怀旧经典了，因为小时候老爸总是喜欢给我买红包单，然后我就想说，在上海了，要不也买一个吃吃。那这个的话呢，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去吃的一个寿喜烧，然后这个牛肉非常非常的名贵，这个和牛，而且它好像是关东关西的寿喜烧是不一样的，它那边的话是要先煎着牛肉吃，然后再喝汤，再吃乌冬面的。那它这个牛肉的话，就是轻轻的在火上一煎就好了，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吃，入口即化，这个牛肉真的是很柔滑。然后那家店的话呢，是在八佰伴那儿，那天的话就是穿的比较随意。
然后呢，这个是想念了很久的螺蛳粉啦，在露天的晚上吃，我感觉还是很快乐的。